因为最近我们在这个讨论市政问题的时候呢，我看这个蒋万安市长每次都说专心市政但是以他现在的这个行程看起来好像他对于其他县市的关心好像高于台北市。我们都是进行城市之间的交流，所以我们透过城市之间的交流，彼此借鉴，彼此学习。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看你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功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庆煌，五个，大家好。好，那对整个国民党来讲的话，追逐主因在美国访问，好，现在感觉上是走了一个罗生门嘛，就到底有没有跟美国国安会的人碰得到？那媒体上报道说吃了个闭门羹，但是呢，国民党发了一个声明讲说，就是有一些恶意的特定媒体要这样讲，那很多这些都是不会公开的都是要秘密进行的那你们大家为什么要去刻意散布见？到底见了没有？因为大家知道追逐主因这次大家一定会看，第一个见到什么样的人，尤其行政单位；第二个那个层级到底会怎么样？第三个对郑文主席所铺陈的所有这一切，不止2026，生活在2028会有任何的野望吗？好，那现在这件事情，那如坠五里雾中。那除了这个以外，当蒋万安跟英伟达之间的事情，那现在整个在台北选战弄得满城风雨，好，一个遮阳伞也被大家拿出来讲。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在昨天，那总府公布了。就是监察委员的29人的名单公布完以后，当然你看到白银直接说了，那最受瞩目的当然第一个监察院长陈永信医师，因为他过程当中跟包括柯文哲啦，包括跟黄国昌啊，那是有一些的交情。但是另外最受瞩目的是，大家一直觉得是蓝营的，包括侯友以前的副手谢振达副市长，包括廖婉如那立法委员。这所有这些名单出来以后会引起什么样？好，白银已经说全部封杀，然后接下来呢，你想象不到，蒋万安市长今天直接跳出来强硬表态，说那就建议国民党29个全部封杀，甚或直接表态废监察院。创下有没有想过蒋万安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跟你说废监察院？其实这个东西就跟郑丽文到底有没有见到美国国安会一样，大家都在无里雾中。对，你怎么突然之间来这个状况？对啊，可是呢，好像又有一点脉络可以去理解。怎么讲呢？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英伟嘛，所以台北市到底是谁在治理？是英伟在治理，还是蒋万安在治理？台北市长的实质的一个治理人是谁？引起了很多讨论，然后甚至于很多人开始担心。也许到选举那一天投票的时候，有人会抗议啊，选票上怎么没有英伟？对不对？选票上有没有问题？因为到时候会搞得好像是英伟跟沈伯洋在竞争。这个情况之下，可是呢，这个时候蒋万安告诉你说，台北市这些事情不要管那些滴滴答答的小事。我想的是大海。你们不要讲漱口杯。这个有点那个既视感，就是我直辖市长之后。我是不是要拼总统？开始大家会去这样讲了，所以你看蒋万安就出来了，他直接讲说29个监察委员的名单，通通的都是不是人选问题，是监察院的存废问题，然后监察院的功能问题，我要认为该废监察院，还把陈菊给拉出来。陈菊讲过说他是最后一任，就是把民进党长期的立场3权分立、5权分立的状况拉出来。这个状况其实你去看，好像他怎么突然这个有人说是转移焦点，转移英伟这件事的焦点吗？可是我觉得也未必嘛。不是，如果是转移焦点的话，因为英伟达这件事，他们才开了一个 YT 的直播节目，叫英伟达。蒋万安如果不答应，他不可能敢开这个节目啊。那他干嘛还要开这个节目？那就不要他，就你们大家不要那边还把英伟拉过来嘛，对不对？是啊，对啊，所以蒋万安看起来没有要转移这个焦点嘛。存废涉及国体呀，那你看是不是？所以蒋万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国民党有很多人不主张三民主义5权宪法，他是拉高一个情况，就是说他现在就是市政那些滴滴答答的小事，他现在在想的是大事，大事是什么呢？国家政体的问题嘛。然后原因是什么？其实也是一个。基本上，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立法院的结构，当民众党白银已经说要封杀了，国民党看起来不管是不是有2个国民党的人，也反正也不会过了，也不会过嘛。可是大家在社会上看到是什么？又是政党对抗，又是朝野纷争。所以蒋万安拿出这个是什么？这个结局已定，但是需要一个上位论述。
蒋万安抢到的是这个上位论述，就是那29个里面你是哪个人怎么样，哪个人怎么样。我今天是废监察院，那废监察院，然后讨论国家政体，我是可以挑战国民党的这个主训的。这个东西他把他自己的位阶拉到什么状况？那是国家领导人的层级了。他在思考的是国家的航了，所以他是要航向大海。你们就不要拿那个英伟这种漱口杯去炒他了。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其实蒋万安，你看蒋万安，其实在这2年多来，他其实这种风格很像嘛。大罢免的时候，他也没有出来讲某个人，他拉高层次到什么？要那个倒阁。他其实就是在关键时候的时候。那时候他的食安问题啊，什么问题，其实很多市政问题也是被人家都天天在攻击，转移一个焦点。这转移焦点不是一个个，而是把它拉到一个整个领导国家的层级。这领导国家的层级之后，那后面呢上位论述我已经给了。那国民党里面就看到说，人家那个郑义文还在讲到第一岛链或什么的，卢秀燕都不敢讲话，韩国瑜也没有讲话，只有他是一个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可以讨论国家论述的人。然后这个时候再过来一件事情了，那要不要呼群保安？如果讲完，对，以前是要呼群宝马嘛，这台北市长这样，那现在要呼群保安，回到呼群保安之下，那现在因为这种滴滴答答的小事，它其实不是在转移焦点，而是确确实实它有需要英伟嘛。这时候不能把英伟保安说好吧，你要帮我辅选，就进到竞选总部，然后你就辞掉研考会主委。他可能也没有办法承担身边没有英伟这个市政运转，但是全部把你全部的就稀释掉，因为他现在讲的是国家层次。然后当然为什么这么急呢？有人也在想了，他可以等2032啊，为什么这么急呢？看起来他也害怕，怕什么？2028郑丽文真的要选，而且郑丽文如果是有那个根据美国媒体的讲法，是习近平愿意扶持的。那这个选了有2个结果，要是郑丽文没上，可能国民党全垮，2032也轮不到他。那第二个是，要是郑丽文上了，他就等到2036了。所以他是不是急着在这个时候要向国民党讲说，我才是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上头，现在是在地方大选，对不对？对，没错嘛，对。蒋万安其实一直在台北市的选战里面，应该是目前还拥有很大的优势。那这时候丢这玩意儿要干什么呢？因为其实监委就立院党团，大家去那个地方直接表态啦，直接讲就算啦。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这样好？创价虽然说不见得是在转移英伟这件事情焦点，但有没有一点这个味道在这里头？他就是这除了这个味道以外。他讲这件事情好，因为这里面有2个人，大家一直在讨论，一个谢正达，一个廖婉如。那廖婉如以外，谢正达因为他是侯友宜以前的副市长，那大家一直视为他是侯友宜的左辅右臂之一。那这件事情呢？那侯友宜在这里面要扮演什么角色吗？第一个，侯友宜，总统府确实有找过侯友宜，请侯友宜推荐，侯友宜拒绝。所以谢正达并不是侯友宜推荐，谢正达是的确总统府在接触过程当中，谢正达有去跟侯友宜说，有这么一回事，那侯友宜大概也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啦，那其实有另外的国民党内的选举体系考虑过要找谢正达了，但后面也是跟侯友宜谈过以后就不找了啦，那中间有什么问题？这个，我再去问问看。你说的选举体系选举体系有选举体系也找后面也有找过跟侯友宜谈过，所以大概有些体系里面，包括侯友宜，大概都知道谢正达可能要去接受提名的事了，提名的事。当然你说侯友宜没有反对，但侯友宜也不背书，因为他释出来的消息跟媒体阵营释出来的消息，我们没有推荐，那意思是说谢正达不是我们推荐进去的，那这一个就让国民党比较可以不绑手绑脚，好，那当然，蒋万安有没有转移话题？
确实，我认为是在转移话题。哦，不只是所谓的英伟的问题，还有什么？吸烟设置的问题。包括那个香菇的问题啊，就那个遮阳伞的问题啊。你看最近火热，但是你看一开场我们在讨论什么？蒋万安的宪政问题。对啊，不讨论市政问题。对，上空。你刚讲的香菇的问题，就遮阳伞了哈。对，遮阳伞。你用香菇也蛮像的。它比较像杏鲍菇。OK。然后那个杏鲍菇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刚讲说那个戒严区的问题，对不对？好，这些平心而论，在市政上，它都不算是市政特别大的议题哦。这些平心而论，在市政上，它都不算是市政特别大的议题哦。蒋万安为了这些议题，要去弄一个跟国民党基本教义上的五权宪法有关系的事，直接把层级拉到这个地方，或是为了你刚刚讲，你也不排除他是为了转移英伟这件事。可是我刚前面就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英伟干嘛前2天还要弄一个直播节目叫英伟达？显然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有影响啊。没有，那个没有影响是壮胆之说了。真的好，壮胆之说了哦。因为你蓝营里面，你光看英伟似乎好像扮演蒋万安的抗绿的第一道关卡，就是说，我反绿，我跟律师强硬对抗的。我要吸纳反绿的选票，但是去看很多的数据，你看绿营剪那个英伟的影片po，你看剪得多快乐，国民党越来越少，几乎不敢剪，为什么？很清楚一件事，你在网络上的效应是好是坏，如果很好，那应该大量剪啊，也不剪啊，也不剪啊。然后看到英伟在市议会逐渐浮出的画面，画面，我记得有一个议员是跟英伟讲完了以后说：“你不要嬉皮笑脸，请秘书长。”上公，等一下，我让你看一下这个画面，就是应该是洪婉珍吧？洪婉珍对 ，OK，上公讲到这样，让观众们先看一下这个画面。上公要指的应该就是这一段，来。那你当天就是反质询啊，你不用为你的反质询道歉吗？你不要跟我嘿嘿啊！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嬉皮笑脸，很不好笑。你的道歉对我们来讲不重要，但是你今天你是蒋万安的官员，我是台北市民的官员，你今天要护主，不用这种嬉皮笑脸还有傲慢的态度。请秘书长上来。我想，因为我们英诸位年轻啊，这个年轻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又来了。前辈在讲话，你也不听啊，就你最大。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一段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台北市政府里面市长属于特任不列职等以外，全台北市政府只有4个人的职等比英伟高了，3个副市长加秘书长啊，秘书长是不是英伟的长官？是，职等是不是比你高？他连秘书长都吐了，这叫伦理问题啊，官场伦理问题啊。他不仅跟市议员的问题，还有官场伦理问题。那我们在政坛，我们都知道嘛，有时候不是比官大小，有时候比的是关系。部长跟总统比较亲，还是办公室主任跟总统比较亲？每天在跟总统讲话的人是部长还是总统办公室主任？还是秘书长？所以职等不见得是。论影响性关系亲疏。你刚刚讲的意思是说，英伟是仗着跟蒋万安关系比较好，所以连秘书长，所以我的长官14职等，帮我解释，我都可以把它吐回去啊。你看得出来英伟现在是什么角色嘛？好，英伟坦白说一句话，现在就是蒋万安的阵营里面的第一权臣嘛，100%核心中的核心，第一权臣。里面有几个局长都是他找来主秘什么找来，然后见蒋万安以后任命的，所以不可一世啊。
连秘书长都可以吐一下。所以你说这一些画面一直出来，你说真的对蒋万安有好处吗？而且市政问题被带到政治，你看到现在讨论的，因为现在讨论的是他跟议员辩论的政策内涵吗？不是哦。现在市政府已经被带上政治哦。你包括市政府发出来的新闻稿，我忘了哪一个局处，一开始，台北市长选举进入攻防，然后呢，请问一下，我们何曾看过一个政府机关政策辩论的时候会写上这几个字？然后，这几个字出来，你的新闻稿就是政治了。那一般我们相信基层公务人员不会去写这样的字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字词？大家都合理的怀疑背后有人要把新闻稿变具有政治性嘛？那谁有这么大的权利？我相信这种新闻稿不会蒋万安自己加啦。我也相信3个副市长不会加啦。那谁加的？所以大家主观上跟最近的表现都认为，可能背后就是因为在主导。好，他刚才一直在那边讲说啊，我是市民的官员，然后市民是我老板啊，怎么样？但是他现在的讲话跟市民有哪一点有关系？没有关系耶，完全是帮那个蒋万安呢。所以他把人民的市政府变成蒋万安连任的政治团体。这会有正面吗？我认为不会有正面。但算公还是回到那个，就算要转移话题，想把这些产生的负面效应，您刚刚口中特别强调这些会正面吗？为什么？那要去转移焦点，有很多议题其实都可以，但是挑了一个，尤其在这个节骨眼，直接这么强烈去表态一个这么大的宪政议题，还是蒋万安也觉得趁着这个机会，干脆也告诉大家，我不是对2028接下来一点野望都没有，我也让你们知道，对，就是这样，是吗？宪政问题当然，宪政问题是属于比较偏向于中央级的问题。当然啊，中央级的问题，无论修宪是在立法院到最后是，就算你立法院过了公告半年以后要全民投票嘛，我们总统是不是全民投票？是嘛？是嘛？宪政问题的高度，以往不管国民党、民进党。谁执政要修宪，都是责成副总统为修宪小组召集人，所以他的位阶是很高的。那朱立伦在当党主席的时候，黄国昌说要废监院，谁也喊废监院，傅昆萁，跟着喊，朱立伦马上下来打中华民国5权宪法，马上把国父搬出来。好，这是一个老国民党不能碰的东西。那蒋万安突然喊出监院，跟他在大罢免突然喊出倒阁，请问一下，他一喊倒阁的时候，我们的焦点被他拉几天讨论倒阁。他现在喊监院，我们第一个问题要讨论他喊监院。我们英伟的问题不是第一题了。我们的那个市政问题啦，香菇啊，好了，杏鲍菇啦，吸烟区的设置等等，先放一边。OK，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那当然，蒋万安提出这个问题里面，转移，然后把自己的位阶往上拉。蒋万安提出这个问题里面，转移，然后把自己的位阶往上拉。我的位阶是在跟你谈宪政问题咯，我在谈宪政问题哦。然后现阶段国民党有哪几个有分量的人在表达这件事？没有。因为郑丽文在那边。但你再回头想一件事，前几天我们在讨论
蒋万安被架走的那个，被他的幕僚架着出去的那个问题，请问那个问题是问什么问题？中配选举的问题，修法。你看他就不讲了，因为选举哦，我也不想得罪这个可以投票的陆配，陆配他又不讲话了，谢谢就被架走了。所以你看他中央议题上面，他有选择性。然后他的选择性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选择位阶摆在高的地方，有格局的问题。OK， 然后这个格局问题，他会不会选2028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他会让中间偏蓝或蓝营里面，或是对蒋万安有好感的，会拉高他的期待值。OK， 有利于他的选举。小平是国民党蒋万安毕竟是国民党看起来最有未来的政治明星。对，当他喊出在台北市长选战的时候，然后是刚上公讲什么杏鲍菇也不讲了，禁烟区也不讲了，然后就讲这些。当讲到这些以后，那国民党是真的要跟着蒋万安就废五权宪法的吗？这姿势体大吧？对，接下来就要这样走了吗？对。然后你可以想象，当蒋万安讲出这样一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绿营像那个蔡其昌总召就直接喊，那蓝白多数嘛，那就提案废监院修宪法，你们提，他们一定举手，大家一起来，要不然他们一定就回头说蒋万安你打假球，你就随便这样，就不会变成这样。然后你可以想象。接下来呢，绿营所有的市议员呢，就一天到晚这所有的，接下来到下一次开议或什么，反正管你是不是预算，每个人都会问，你会不会做好做满？因为上次那简舒培来吧，就已经说这个他肯定问，然后蒋万安又主动把宪政议题拉出来，那不就变这样了吗？这个丢这个议题嘛，我丢故我在。当然是啊，政治这就是政治嘛。那请问你战国七雄的时候，台北市长大不大？大吧？大。对，然后他就发挥叶尔辛的效应嘛，他不是秦也有齐楚这么大强大嘛，台北市嘛啊。然后呢，他丢这个议题就是说，他丢这个涉及国体的议题，表示他一心不管什么时间点都在哪里，一心有鸿鹄之志嘛，总统之志，这路人皆知嘛。好，然后呢再拉回来，那他会不会选2028？不会，他会施法。这个又跟面对面节目有关系了。他司法2028的卢秀燕，请问你2028卢秀燕强还是侯友宜强？卢秀燕强，做民调，那卢秀燕有没有选？没选。然后2028，对，2024我讲错了，2024讲错。然后那请问他如何从5星级的一个市长变成总统级的级别的人物？卢秀燕就从那个发任啊，就从面对面开始，从本人说话开始，好不好？哎，对不对？那后来创造蓝白合上5个是6比2个台中啊，你选举有危机吗？现在在自抬身价，不是抬身价，这个跟我你这样就是我跟你讲太平洋，你就不要讲那个。我错了，你看看人家不讲大海是太平洋了，我错了，太平洋是最大的洋啊，太平洋大西洋呗，太平洋最大。好，再拉回来，那他不会选，以他谨慎的个性，他有没有准备？有，他一定有在准备。OK， 那我认为他得票58%，那就是已经吹起了攻击法理性的号角。如果他得58%，沈伯洋42%，好，那就什么6比4，哎，1对1 58%就很强了，好不好？这是基本的政治的常识投票行为。好，然后呢，请问你掌舵之一的真正的核心是总统之路是谁？英伟跟于振华。于振华是研考会主委，现在副秘书长。那英伟是现在是研考会主委。研考会主委也可以是你废掉了监察院，也可以是32个局处的东厂。研究考核可大可小的位置，好不好？上公刚才用了一个词，他形容英伟说是现在讲市府有第一权臣，是吗？我觉得跟于振华有拼呐。他脑筋更好，于振华更轻，那他也轻。可是因为现在平手，我觉得平手。可是因为现在站在台面上，他变成是第一线的攻击发起线。政治方向，我相信英伟比于振华还做更多事。政治方向哈，沈伯洋最急的就是蒋万安用英伟去打这些议员，对不对？那就是不要犯马刺的狐狸的错误嘛。我攻击次数我攻慢一点可以吧？只剩160天了，170天，
过一天少一天的沈伯洋，沈伯洋最急的是时间，他民调现在落后嘛。人家是有时间的纵深呢，时间拖掉。哎，我用下士打你，再怎么英伟当然是厉害，可是总比不上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厉害吧？如果照你当然赚到了嘛。如果照你这样讲，蒋万安也不需要在这个宪政这么高的议题去讲任何话，他只要不讲话，英伟永远就维持刚才讲的那些跟议员斗嘴啦，跟他就只要这样就好了，把时间拖完了。两件事，第一个英伟去消耗沈伯洋的时间，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要展现我有一心有鸿鹄之志啊！我对带领这国家，我有企图心呐。这两个是不冲突的。同时，英伟在消耗时间的时候，让他就是如果少时间就少4分，那就更可能达到58%。这是蒋万安的一个想望嘛？我的看法这样子。OK， 但好来，伯文，你同意小平刚这样讲吗？其实你们的时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英伟耗掉喽。而且这2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出来，他们也许没有真的这样想，但是各位知道，时间总共这么多，对啊，一天就24小时，政论节目就是这么多时间，媒体的版面就这么大。所以你就天天放一些英伟。上公今天不舒服的是，竟然把这个摆到后面，先讲了那个包括宪政这件事。可是不管怎么说，有人在这里，人家讲说蓝营会不会不管主观有没有这样想，大家客观出现另外一个状况。第一个，你们时间被拖掉了；第二个，各位最近有人在讨论李四川吗？没有。有人在讨论李四川任何的问题吗？不管怎么说，李四川的优势他总是赢一点点。当你越讨论，也许现在对川博来讲，他没有完全能够应对这些，但是时间都被耗掉了，谁会去讨论他那一块？所以，伯恩，你们是1次2个战场都会被英伟影响到吗？我完全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其实蒋万安的危机感很深。哦，是吗？啊，其实我们这次这个沈伯洋出来很成功的一个部分，就是牵制住蒋万安。蒋万安，他如果真的对未来大卫有想望的话，他应该这一次应该就是这个朗赫啊，然后也就是他把票数冲高，然后呢，他不要去在党内。你如果真的对未来有想望的话，你现在就让大家觉得说，我就是要选总统。开玩笑，现在党内国民党党内想选总统的人还缺你一个吗？你现在应该是把年底的选战选好，不要让人家有第二种说，你看你选总统其实有2心，这不就犯了以前韩国瑜的错误？所以他现在应该是把票数就稳稳的专注市政议题，像以前侯友宜就很聪明啊。你要跟他谈这个总统，你想选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想选总统，他死就不肯讲。像以前侯友宜就很聪明啊，你要跟他谈这个总统，你想选总统，大家都知道他想选总统，他死就不肯讲，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专心市政，呵这代志，对不对？所以他后来是票数冲高，如愿他走上总统这个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蒋万安结果在这个节骨眼，他不是这样做哦，他是这个放任下面的出来赶快咬，而且他故意都咬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坦白讲，这个对他并没有加分啊。第二个。我认为蒋万安还有一个危机感是在于，大家去看赖清德总统在台北市的这个民调支持度是高的哦。这个部分我认为对蒋万安来讲，它也是一种威胁。开玩笑，你们不是都把这个赖总统打成说什么哇，这个是很偏执啊等等？可是他在台北市这种经济选民、中产阶级选民很多的地方。然后竟然他支持度是高的，尤其传统上大家说台北天龙国，对，那对绿营来讲本来就是比较弱势区，对。但是整体民调，你刚刚讲说赖总统的支持度，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对蓝营更应该要紧张。而且那个不是一次而已，是好几次累积起来，就是那变成一个趋势。就赖总统在台北市的这个民调是高的，好，那表示什么？表示其实台北市很多经济选民，也许这个过去长期以来不管出身背景有什么不同，也许有一些意识形态，可是就整体来讲，台湾现在经济发展了，现在民生福利各方面做得好的时候，大家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专注于我们的，例如说国防预算？大家会想说，有钱了要把自己的国家顾好。第二个，总预算这个经济选民也很 care 啊，未来无人机的发展、产业的发展，这些他们会 care。所以我认为，你蒋万安在这个时候，你偏偏去挑什么废除这个监察院。我认为啊，这个当然，这个我们尊重，但是我认为有点笑掉大门牙。我觉得那个反正他完全乱了方寸。好，那你如果今天真的要提这个议题 ，OK 啊。第一个，
你过去我主张是五权宪法。好，我们反而是支持三权分立的哦。我们是支持这个废除考监，只是因为我们人数不足嘛。那如果你真的丢出来这样的一个议题，假设你真的是完整，你对自己的政见是负责的，你应该赶快积极去要求国民党赶快来，大家来筹组一个修宪嘛，对不对？可是他的动作不是，他动作给人家感觉就像玩个小树一样，拉了就跑。好，那我再跟大家讲。蒋万安他有没有危机感？有啊，我跟大家讲，其实大家现在都谈韩国瑜，大家现在都谈卢秀燕，都谈什么郑丽文，你们都忘了还有一个人啊，就是你们刚刚一直在提的那个人的老板，就是侯友宜啊。这一次这个谢振还有不？你先听我讲，谢振达他出来，因为谢振达我过去担任那么长的议员时间，我跟他非常熟。对啊，谢振达他过去他负责什么？负责府会的总联络，而且。就是很那个府会总联络，第一个你市长的授权一定要100%，100%信任，100%授权。好，那即使现在他担任的是什么工商策进会的工商策进会，大家以为说，这个是什么？我没听过。我告诉你，那个才是真正核心重要的位置。这个部分是你不用到议会去接受任何咨询，但是你是负责老板跟所有工商企业界的关系。那个没有核心中的核心，你有办法吗？好。那也许有人会说，侯友宜出来没有说什么他是我挺的，侯友宜当然不肯这样讲。但是侯友宜就算如果假设他今天真的觉得这样不好，他跟谢振达讲一句说，振达这个不适合啊，麦克。谢振达我保证他绝对不会出来。就算你写1000封公文去逼他，他一定躲住。他或者他干脆就出国去了。所以这个部分你说完全没有侯友宜的首肯，或者是说暗示或者是默契，我不相信。侯友宜为什么要讲？我跟大家讲，侯友宜要展现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监察委员出来是一个独立行使的单位嘛，他代表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利益嘛。侯友宜他要展现的是什么？站在党跟国家立场上，我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他要试图去营造这样的形象。好，我再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之前侯友宜，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军购案？国民党在喊价，从3000、3400、7000、7800、7100、8100一直喊价。你去问侯友宜，那个时候，唯一国民党那一个公开表态说，我就是支持1.5亿版的军购。他公开讲这不是我。他说他选举的时候，那时候他就主张要3%。对，所以他那时候是支持所以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才是真正一个我认为，如果以我来看，国民党内现在。真的有在酝酿，而真正那个力道是慢慢的那个厚积薄发的。我感觉是侯友宜他对未来还有想法。我补充一下那你先讲，不好意思，没关系，你先补。好，补一句话就好了。他司法卢秀燕讲完，所以他不会选2028、2032或2040。这个一定要讲清楚，时间序。2032或2040。那如果国民党能赢的话，那就2040；如果不能赢的话，就2032嘛。你说2028太远了，2040。他不会选2028了，讲完了，不会了，不会。不是啦，2028如果你们能赢，讲完应该是2036了，怎么会2040呢？你们要做12年总统哦。反正就是等，如果没中就4年后选，对不对？对，没中就4年，就2032，要不然就2036嘛，中的话就是8年。但小平，你要不要先回一下？刚才博文直接破题就觉得蒋万安危机感很重，是真的出现危机感，包括因为所有这些事情，所以才会弄这一些。不会啦，我跟你讲，我现在讲门道给你听啦。那个沈伯洋去万华去拜票找议员，当然他们很团结，愿意。民进党真的很团结，全部都小鸡都挂上母鸡了。对，可是反应不热。沈伯洋的知名度目前低，他未来5个月怎么走我不知道。沈伯洋目前还是不强，当然绿的真人节目一直吹捧他，那个是同温层啊，往中间走还有一段路啦，我觉得啦。来不，那个小云，那个艋舺夜市那一场，你如果说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去一下，你去看一下。超热的好不好？你知道那个刘耀仁都跟我讲说，他说他历任这么多届市长，就这真的很热，而且很多人还以为说是黄仁勋要来逛夜市，所以小云那真的很热。他主动，那没关系，那看他主动去跟人家握手，不是别人。从你的角度，你觉得这样不热也没关系，我尊重那没有关系。但是我是说，就客观的那个事实跟方面来讲，包括博洋他去拜庙，包括博洋去走市场，包括博洋的一些。这个他过去没有选举过，可是他去跟民众互动的一些肢体语言，我认为他这个天生他有这样的一个亲和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而且你在比较那个网络声量，过去这个蒋万安，你刚刚讲说什么蒋万安什么要我丢故我在，
蒋万安过去何须要什么我丢故我在？蒋万安过去只要站出来就是我在了，对不对？可是他现在被逼到很多事情，他必须要有所回应。你不回应没关系，不回应就表示你肚子没东西。因为沈伯洋可以讲一套他的道理，不管你认不认同。所以我认为，你说这个，如果今天假设2028他要不要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很多时候那不是用讲的嘛。如果你今天一个世道的那个阶段。不是你也会变成是你，所以那个讲说你2028或什么时候出来，那都没有意义，对我们来讲都没有意义。重点是本来蒋万安他觉得他是未来这个国民党内就靠我了，他说了算，或者那种气势已经慢慢递减了。而且沈伯洋出来，你看过去我相信这个蒋万安搞不好都已经排了全台巡回不知道几圈了，结果现在出来感觉是有真的把他牵制住了。OK， 不过现在看起来，金煌。为什么这一场选战里头，李多慧也被拿出来讲？为什么？因为讲香菇我可以接受，讲那个戒烟区我可以，李多慧都的影片都被拿出来讲，为什么？这个刚刚义父哥是不是有讲说这个英伟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蒋万安的第一权臣，对不对？那你知道权臣这个字呢？其实我们在历史上用的时候，还会跟另外一个字一起用，叫宠臣。这个刚刚义父哥是不是有讲说这个英伟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蒋万安的第一权臣，对不对？那你知道权臣这个字呢？其实我们在历史上用的时候，还会跟另外一个字一起用，叫宠臣。权臣跟宠臣的概念，因为你很宠信他，所以你把权力交给他嘛。所以为什么李多慧这个图会被拿出来？你想说这个有宠他，宠到说李多慧来的时候，因为听说英伟喜欢李多慧对李多慧呢觉得有好感，所以呢特别把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活动，李多慧来的场合呢，把李多慧拉到英伟旁边。下面这边看得很清楚了吧？这个是 C 位吧？这个是对跟李多慧这么接近的位置呢。有人说这叫法香味啦，就是那位置刚好是可以闻到李多慧的头发的位置啦。好，法香味。所以呢，好，这个是以上。郑小平羡慕了吧？你看他跟妍妍都没有办法这样这么靠近的。我最多到法香区看棒球。你看小平都只能到法香区，可是人家英伟可以到法香味。你看在法香味的位置，直接就近接近到这个李多慧。所以你说这个是到底是这个权臣还是宠臣？看起来两个都是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画面啦，这画面等于是说这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对于英伟现在对于蒋万安、英伟达这件事情到底影响力大到什么程度？这算是在加在上面的一个皇冠啦。为什么说皇冠？因为就用图可以说明一切，表示蒋万安现在真的很宠他，真的很疼他嘛。所以要不然的话，你怎么会把李多慧就拉到这个英伟的旁边去？所以人家才把这张照片呢，这2天大家在传的时候，马上传得非常的广，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刚刚前面在讨论说，现在到底蒋万安对于这段时间英伟的事情，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我们用客观事实来看啦，就是这个礼拜其实2个议员，一个是何孟樺，然后一个是洪婉珍。你知道何孟樺这一段其实就已经很不妥了啦。什么不妥？你看何孟樺这一段呢，我特别把图把它剪出来你看这图在截出来的部分，像不像小朋友在吵架？你要知道，英伟的角色是研考会主委是台北市政府的1级主管然后呢，他跟何孟樺2个在对话的时候呢，讲说我不是高层，我本身就是基层呐。然后下面在讲说，因为何孟樺在跟他讲说，这个你应该这个到第一线看看基层现在有多忙碌，为了你的无烟城市弄到晚上11点都还在工作。那结果英伟回他的方式跟他说，我跟你报告，我是去过的人，你以为没有去过的人在要求我是什么意思呢？那我问你，这句话像不像在吵架？这句话像不像小朋友在吵架的时候讲的话？这句话像是出现在台北市议会里面局处首长面对议员质询的时候要讲的话吗？不是嘛？所以你可以看到，面对何孟樺的质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戴琪卿到后来讲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英伟等于一直在告诉他说，市政议题到底是看起来谁在主导？因为里面谈到说他老板到底是谁，然后他说他的老板是市民，但等等，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谁代表所谓的市民老板来监督市政府嘛？不就是议员吗？所以议员的角色不就是代表你口中所谓的老板在监督市政府吗？所以英伟讲的话就是听起来呢，你看起来都像是在吵架。所以在里面连戴琪卿议长跳出来在讲什么呢？他也就回答这个王敏生在讲的话说，整体的市政议题当然是市党在主导嘛，怎么会变成看起来是英伟在主导这个市政议题？这看起来就不对嘛，而且像这种吵架的方式。好，
何孟华的谈话我已经觉得已经够歪了，对不对？你看洪婉珍那个谈话里面更歪楼了。洪婉珍里面除了那嘿嘿让人家觉得那个英伟那个时间是不是那个吴宗宪上身之外，就是嘿嘿完了之后，后面看起来跟洪婉珍之间呢，面对这个反质询这件事情，就为了这个东西互相来呛虾，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尤其是当秘书长都已经出来告诉你，就是要用谦卑的角度。五哥，过去我们在看到执政的那一方是不是都被要求要用谦卑的态度面对人民？那是正常合理的吧？第一次看到执政这一方呢，就是秘书长跳出来讲说我们要谦卑，然后后面那个在呛秘书长说这个跟年龄无关，就是这是让大家觉得看了你都觉得不可思议的。那我问你，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话，请问这一端在选民在看起来，在网络上在看的时候，你觉得看了选民会觉得正常吗？你刚才讲的这一段，英伟一定也懂，蒋万安一定也懂。像你刚刚讲说，面对不管那个何孟华议员啦，或是像洪婉珍，因为洪婉珍议员这个是4月份的这个质询嘛，我是说他一定懂。其实正常的回应，像刚刚讲那个什么禁烟居所，他一定懂。那个正常的回应是，跟议做报告。其实那个，因为我有到现场去看过，那跟议做报告，那现场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您讲的那些，我们就正常一定是这样。对，蒋万安一定知道，英伟一定知道。所以你觉不觉得英伟是刻意用这样一些方式，我就是要在这个战场里面塑造成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不是的。为什么觉得不是因为首先是时间点不一样。现在被挑出来这些影片的时间点，现在在网络上大家看到是6月的时候，大家才发现4月份发现那些事情，也就是那个质询在之前呢，英伟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在市议会里面面对议员的质询。然后所以你注意看是在蒋万安的议题被挑出来了之后那蒋万安的议题其实我看有分3块了。第一个当然是蜀汉的议题先被挑出来了。那第二个被挑出来是英伟达的部分那在英伟达的部分，大家发现说，原来蒋万安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后面是需要有英伟在帮他做这输入的动作，他才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英伟达问题跳出来之后呢，跟蜀汉的议题就连在一起了，因为它是市政细节然后后来更多的这个市政细节被挑出来，那这个就要讲到第3个是什么呢？讲到无烟城市这件事情，因为无烟城市这件事情跳出来，让这个英伟最大破功的是谁？是秦慧珠呢？是国民党自己的议员呢。秦慧珠当时跳出来质询的内容是说，你的政策一定是先有什么？先有数据分析嘛。数据分析抽烟人口哪边最多，然后在哪一区，然后呢，所以我在这边就要设置所谓的这个吸烟区。你要先有数据做完分析之后，然后进入第2段开始做企划，企划完了之后才会进到执行的阶段。那秦慧珠为什么在质询的时候让大家发现怪怪的？因为你直接前面2个英伟回答说整体的规划要到年底前才会完成。那你到年底前才会完成，那你现在已经在设置所谓的那个吸烟区了呢？你已经到处在花那个已经，而且你是用第2预备金来做吸烟区呢。所以大家发现你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就前面的分析跟前面的企划还没有做完，就进入执行的部分，而且执行的部分呢，看起来弄得风风火火的，然后但是细节感觉破绽百出，包括在幼稚园家长接送区附近竟然就有设置所谓的吸烟区，那个都是要细节在这个市政上面被人家攻破嘛，是这个吗？对。上公这个是吧？就是这个图，因为上公跟东豪比较在乎吸烟区的这一块，因为他们2个很需要。然后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因为这一段就看起来是会穿透到选民去注意到细节的部分了。那所以这个部分你看是这个月6月的时候，这些东西被挑出来之后，整个是在一起，这个叫连环炸。所以连环炸的情况之下，那你看议题战场开这么多，如果你是蒋万安，请问你要从哪个战场开始收？你要从蜀汉的战场开始收，你要从无烟城市的战场开始收，还是你要从英伟达的战场开始收？所以这些太多战场没有办法一下收拾的话，所以你看他们采用的策略，第一个，这个面对英伟达呢，英伟现在处理的方式就是我开了一个 YT 的频道，就用这个方式，希望你在英伟达这个题目讨论上面画一个休止符。然后第二个，蒋万安跳出来。用所谓的宪政层次这个废除监察院这件事情呢，拿出来在这上面做文章，至少啦，他希望原来支持他的人不要跑掉，不要散掉了，不要因为这样不出来投票了。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架构，虽然我们说蒋万安现在民调是有优势的，但是还是那一句老话啦，就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啦。就是你再大的这个堤防如果一开始有蚁穴的破口，一个一个那个破裂的话你这个堤防也是会崩溃啦。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讲蚁穴，现在看到的不管是英伟达、无烟城市还是蜀汉，这个就是蚁穴开始在扩大的时候了。所以对蒋万安来讲，他现在找到的方式就是我拿一个监察院的题目，然后看起来我是这个大家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试图要把这个蚁穴把它给堵住了。对
蒋万安来讲，他现在找到的方式就是我拿一个监察院的题目，然后看起来我是这个大家未来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试图要把这个乙穴把它给堵住了。来，东豪，我们来讨论杏鲍菇。好，好吧。那包括你们会在乎禁烟区的设置，然后包括杏鲍菇这些当然是市政议题。只是我刚刚讲，因为这个市政议题再怎么样讨论，它会伤到蒋万安的本或什么这些吗？可是看起来绿营在这几个议题上面也是主打，更不要讲英伟达这一块。那所有这些，如果照刚才青黄讲，那个叫连环爆，或是他认为这个是乙穴，是一个大题，从乙穴开始要崩的征兆，会吗？还不至于啦。啊，你讲一句最简单的事情，有很多东西就叫作秀。杏鲍菇。看一下侯友宜人家做的更便宜，而且还可以自动开启，可以遮15到20个人，天气太热，那比较实用，好不好？杏鲍菇就是锦上添花，新义计划区已经有够好了，嫌那个新义计划区不够细致，所以就搞个杏鲍菇放在那边做装置艺术，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就钱太多嘛，作秀，还没有很复杂，无烟城市更好笑，也是作秀。标准的口号，你叫无烟城市，那抽烟的人，在抽什么？离开了吸烟区以后可以抽烟吗？蒋万安有想过这些事情吗？的环节吗？台北市多少人在抽烟？怎么抽的？就敢作秀，大家心知肚明嘛，就作秀嘛。为什么？因为没有记忆点，蒋万安当了3年的台北市市长的记忆点是什么？有啦，公馆圆环。再过来呢？老鼠其实是区域性的，但是它变成一个话题。对，你的记忆点是什么？没有。那你说每一个市长第一任的时候都一定有很强的记忆点吗？不一定，不是每一个都做得到。就像他去讲那个废监察院也是作秀啊。为什么？最近没有他的事啊。都是英伟啊。他没有存在感啊，因为他不是刻意。如果刻意要把英伟推第一线，我就是不要有存在感，你们都不要管我。对，你如果长期没有存在感，也会慌啊。台北市长不是英伟啊，但是我去在市政，上哥你那什么回应啊？然后台北市市长、台北市政议题去谈，他会跟沈伯洋纠缠在一起。你当然不能去跟你的对手纠缠在一起。当然是我派我下面我的第一战狼英伟去对付沈伯洋就好了。这没错啊。没错。对啊。可是那蒋万安呢？你的存在感是什么？当然这个时候就看，就是很本能反应，看到监察院这一题就要讲话啊。可是我觉得他没有深思熟虑啊。你讲了以后被人家吐回来嘛，那废监察院啊，提案啊，他敢提吗？蒋万安这时候敢动作做到那么大吗？他不敢，因为蒋万安在等国民党2028输掉嘛，他就在走马英九的模式嘛。你说马英九2024、2004年连任当选就没有马英九了，因为连战没有当选，才有2008的马英九开创后面的8年嘛。政党内部竞争这种事情，这不能讲白，他们。国民党的人不能讲白了，我们旁观的人可以看得很清楚啊。马英九的路就是蒋万安现在正在走的啊。2002年，马英九为什么成为国民党的寄托？台北是拿63%的选票，超过63%，民进党有史以来在 PK 赛里面第一次掉到40%以下，那是垫高马英九啊。好，问题来了，沈伯洋。有没有像当年的李应元那么好打？这个考验到蒋万安背后团队的整个要很细腻的做法。因为当年2002年，不管国民党现在再怎么讲马英九，你知道回到2002年的马英九，他在拿中间选票那一块太容易了。民进党李应元是被逼到角落，那个是刚起步就已经输了20万，最后输40万。马英九在当年是有他们打固然是顺风球，可是有一套计划。你要拿63%的选票没那么容易啊。2006年那一场，马英九不用再选连任了，做一件什么事情？全台大幅点。记不记得周习伟那个
那个马队长报道那一支宣传，金融时报道，然后靠马英九国民党大获全胜呢，那个是马英九的巅峰嘛。好，那问题回来了，蒋万安有没有机会创造第二个马英九？他目前来讲，你再看哈，我觉得英伟的事情也都还好，但是呢，他可能会让一些选民不是绿的，因为英伟出来的结果一定是把蓝绿各自基本盘高度动员。蓝绿基本盘高度动员的时候，对蒋万安有利。可是这个有利会赢，但是你不可能创造神话，不可能，因为你没有中间。那英伟就是战狼，个性如此。他只要上了舞台，上了政治舞台，他就是一脉，他跟徐小莹他们就一脉相传的那种风格。私底下另外一回事，他上去就是这样，会这样子。所以他看到民进党的市议员的时候，当然你就看到大给你看嘛。那这样子的结果对于沈伯洋来讲会有一个吃力的地方。好，蓝绿对撞的结果，绿在台北市一定是蓝赢。现在只是说赢趴数是多少。那沈伯洋你要拖得住，不要讲拖住那个蒋万安，你甚至要让蒋万安觉得有压力，你要用什么去诉求？就选举不是讲道理的时候啊，都这个阶段不到180天，最后都剩下感觉，就谁让你的感觉比较好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个刚才大家在谈到，都已经拉到2028，然后甚或2032、2036这一仗，每一个往下看。那如果你要谈到这个的话，那郑丽文就一定要摆进来讨论到，因为2028现在有哪一位会直接告诉我？蒋万安会感谢郑丽文啊？对，但是哪一位会直接告诉我？你会排除郑丽文2028？会排除掉郑丽文？不会吧？对不对？周小平都不敢排除了，周小平一定不会排除他，因为现在看起来的话，不管是郑丽文自己的言谈里头，然后讲到2028的那段，甚或在过程当中所有的铺陈，那2028，那在每一个可能人选里面，你不会把郑丽文排掉。但是你说到美国去了这一次，各位所有包括资深媒体人，大家所有的人都看了这么多访美那些状况，可不可以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下？这国安会这一段到底是吃了闭门羹，还是那一切是要秘密进行？不能让外界知道太多，因为国民党媒体上直接说吃了闭门羹，但是国民党直接出来驳斥，说那是特地媒体刻意要造谣这些。那跟国安会之间谈这些，当然是要秘密进行，所有这些怎么会大拉让你们看呢？补充一下，那个美方一定会适度泄密。一定会有人只要见面就会适度泄密，不用怀疑，不需要适度泄密今年1月13号，国安会的门口，大家都拍到一张照片，黄国昌，所以黄国昌去进国安会，不但没有秘密，而且还有拍到照片，拍照存证，还有拍照存证，不是 AI 的，所以美国国安会有神秘到你要从这个侧门、地下道里面悄悄的。或者包裹包进去，把它滚进去吧。空降也有可能。对，黄国昌是2028。黄国昌这样一个只是8席立委，党主席见到面了。2015年，朱立伦当然去过，也是去了美国国安会。2022年6月的时候，还有新闻稿，朱立伦进到美国国安会。见了中国事务部主任罗森伯格，所以见到谁，见到这个位阶，都是新闻稿会出来。对，所以你说现在我只想说，生了你一个郑丽文，你这么神秘，要么秘密，所以不是啦，就是美国国安会觉得，我现在不想跟你见面，为什么不便跟你见面？我们常常讲说，台湾的很多人有心的人。要去攻取未来的人，对啊，一定要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面试。但是美国会在看的是，你郑丽文是来跟我们好好谈的呢，还是来踢馆的？因为郑丽文这一段时间在美国的发言，不管是第一岛链是冷战产物啊，2028还讲了半小时很爽啊，2028要全面执政啊，是和谈判的开始啊。你讲这么多，你讲了这些话，其实对美国来讲，他们会听的是，人家王毅和刘鹤来美国都没有对我们这么凶。你郑丽文来到美国讲的话，比王毅和刘鹤代表美国人，就算是杨洁篪曾经在那边在阿拉斯加吵架，安哥斯那边也没那么凶。你郑丽文是来踢馆的嘛？那你来踢馆的时候，所以你看
民主党的那个领袖，说目前这个礼拜太忙，他没有安排，没有安排，对不对？民主党的领袖不愿意见面，然后为什么？然后另外一个，那行政官员也会想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怕的是在这种风头上，你是来踢馆的，然后习近平你是一个比中国派去的官员，讲话更凶，对美国更辣，那我会跟你见了面，跟你来一张照片，那到时候川普看到，川普连海军部长都说 You are fired，那行政官员、国安会官员怕不怕说川普说你有没有看清楚情势？所以郑丽文其实就是他到美国去踢馆，那美国认为你是来踢馆，所以我不需要跟你谈，我不需要跟你沟通，因为整个机会街其实到美国去参众议员一定会见到一些。智库一定会见到一些，然后比我那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位的甘乃迪总统去合照一下，那个照片去合照一下，那都是一回事。可是进到国安会或再往前面走或国务院，其实美国过去的时候，只要你去都会谈一谈。那郑丽文是因为他认定你，我根本连面试都不面试了，因为根本不叫面试。我不要来以后变成你踢馆之后拿回去之后，反而变成是你对于跟中国呛虾、跟美国呛虾的一个成绩单，美国官员、美国国安会不想当人形立牌。赵平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到底见到了没有？而这里头大家都要讲到美国，大部分都会用面试这2个字，所以是真的连面试刚刚创下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吗？以前呢，我们不管哪个党选呢，影响到当选，中美两大国都影响到很大。以前现在情况有变，因为现在美国人从某一个程度是吃了这种铁了心了，只要你不要太搞台独，民进党的人，我就不要国民党，我要民进党。这是这1、2届选举有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第一句话。第二呢，然后请问你美国人要卖你武器，对不对？当然这个是错综复杂的事。那是不是武器连你看呢？韩国瑜看懂了，韩国瑜是不是有他的？叫做最深蓝那一块，有没有被郑丽文抄后路的一种感觉？有，他也依然的往中间挺立。韩国瑜是不是有他的？叫做最深蓝那一块，有没有被郑丽文抄后路的一种感觉？有，他也依然的往中间挺立。我从来没有看过韩国瑜中华民国派的感觉跟支持军购的强度，以前不是这样的。韩国以前跟2020是不一样。你说以前也是深蓝那块是他比较顾的，是主流。现在是他一直努力往中间走。我不晓得他要选总统还是要做立法院长，我觉得那个我们不要帮人家评论。那他也是潜在之一选总统，就他知道这个党这样走，跟自己如果要选总统，这样是相对好的。那郑丽文不知道吗？不，那郑丽文的逻辑不一样。郑丽文认为说，我跟老共是不是最喜欢郑丽文？当然是嘛，习近平，对不对？然后呢，他也对习近平是在要选总统的卢秀燕2028韩国瑜跟郑丽文中间是最友善的，这也是事实嘛。然后那这一次的军购里面，郑丽文呢，就是他也展现他的弹性。那简单讲，中美两大国，他当然跟美国没那么亲嘛，这个我们都知道的事。但他也会，他跟傅昆萁是最好，本来是连军购0就好了嘛，什么3000亿、3800，可是这2个人也审时度势。你今天回头倒过来讲，如果军购是0或3000亿通过，我跟你讲，国民党2028就不用选了，好不好？2026也很难选，对吧？这个我讲也是事实的陈述嘛。那他们也愿意为了大局，也做了一定的妥协嘛。当然拖了一段时间，这样有一些拉扯党内。那目前呢，党内7800过了，就表示亲美这条路是没有断的。那国民党在想什么？因为今天国民党在想的是，我们对共产党的满意度实在太低了，因为这1900万选民了。那跟美国呢？那美国是不是对我们是？你当然不要擀面棍啊，工具都是。可是我们不要扯那些小东西，我们扯大东西。你跟美国断了线的话，你总统会不会上？也不会上哦。所以还是要跟美国架起。何况我刚刚一开始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现在美国只要民进党不要搞台独太厉害，它是选项是唯一是民进党，我们国民党要把它拉回来。变成我们也是选项。郑丽文这次去是有把他拉回来吗？还是他讲的话，这个赵刚创下讲越讲越远了，然后连官员都不见？不，郑丽文，
美国人喜不喜欢郑丽文？当然不喜欢。可美国人为什么有没有让他去？有啊。美国对即使郑丽文也是玩两手，大家都在玩两手。就当然他可能如果韩国瑜去啊，鲁秀瑜去会轻一点嘛。那他的话可能就是没特别那么热络。所以美国也在看呢。美国在看什么？蓝白合是铁板钉钉在一起的，但如果推一个比较中间的卢或者韩。这2028是5-5坡哎，美国不是傻子哎，美国压民进党压错了，如果没中，那也是一件事啊。你觉得郑丽文到底有没有见到国安会官员？这我真没有办法判断，这个我真没有办法，因为我好职位太小，资讯太少。OK， 不要为难小平，他好不容易回国民党。我只是总要知道国民党里面在看待这件，因为我们持平两边都讲嘛。那这边讲说是吃了闭门羹，然后国民党有发新闻稿，然后说是特地媒体在诋毁啦，那是秘密进行。创下刚举其他以前国民党党主席去，但不现在看起来的话。郑丽文有很多的态势，媒体上的形容就是你不要把2028排除掉他，他是有可能会直接仰攻2028。而现在看起来的话，当92共识啦、同属一中类似这样所有一些词一直不断出现的时候，对你们来讲，在评估这场选战，会不会觉得好，那就郑丽文来啊？这个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不过我觉得我的观察了，我从旁观察，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其实内部有2大路线在竞争。对，一个你也认同嘛？对，一个就是郑丽文路线，一个是钟小平路线。你都认同？你把钟小平跟对，我这样讲钟小平路线，钟小平路线，卢韩路线，卢韩钟小平路线好，一个叫郑丽文路线，一个就是钟小平路线。因为第一个，这个郑丽文他是100%，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美国也看得很清楚。那钟小平的路线就是说，我反共，我反共，我走蒋经国路线。蒋经国路线很简单，蒋经国他到晚年的时候，他是把台湾当作就是他的这个，我就是台湾人他就是要走这个10大建设，要拼经济、拼民生10大建设，然后接下来这个蒋家人不要再当这个，不要出来这个再选，意思就是说台湾走向民主，就是经过那么多的民主前辈不断的去冲撞党国体制之后，终于让这个末代的这位这个蒋经国先生终于认清了说，台湾必须要走向民主，你再怎么样威权统治都没有办法。所以后来他的这个蒋经国路线，就是现在这个钟小平在讲的。钟小平天天在讲反共，你现在去问国民党内有哪一个？现在那个国民党现在连拿中华民国国旗，有时候都怕被老共登记在案，你知道吗？所以现在唯一有在坚持这样路线的，我看大概就钟小平。那郑丽文，好，我讲到郑丽文哦，郑丽文为什么这个刚小平是客气，以小平的政治智慧，到底他有没有见到国安会小平心里清楚的很但是我这样讲，为什么他后来这个美国就取消国安会跟他见面？很简单啊，他就光看你这几天的言行啊，你一去面对所有的侨胞，那边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华侨，国民党的传统侨社，他怎么讲？他说我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声望，都是拜习近平所赐啊！我的天哪，你在美国正习会，对正习会无足轻重，说没有正习会，我无足轻重，表示我今天这个。不是台湾人民，不是我们的国民党党员支持，而是习近平给我这样的一个声望跟地位。你觉得这个在美国本土里面，美国听到这个在耳里，他会觉得怎么样？这个当然是习近平的代言人啊。第二个，美国最重视所谓的第一岛链，这个为了这个第一岛链的布防，那个不是说台湾个别的问题而已，而是整个区域安全。结果他竟然说第一岛链，那冷战的产物。未来是和平岛链。好，那如果和平，你要怎么和平？你也不讲，你的和平就是跟习近平俯首称臣，这个就是一个观察。我坦白讲，美国一定到最后觉得我根本不用跟你谈啊。美国最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军售案，军售案到最后被你东砍西砍，最后叶会这个黄国昌这个密会黄国昌之后变成7800亿，打了6折。好，你打折也就算了，好，你打到这种真的是骨折也就算了，你竟然还在美国这边就这个讲说什么这个军购里面就是贪污案坦白讲，你讲这些话不是得罪我们而已，你得罪美方啊，美方听在耳里是多么刺耳，所以你从种种的迹象观察，美方怎么可能会欢迎你？你从种种的迹象观察，我根本不用跟你谈，我光看你这几天在侨社公开的谈话。
然后对美国的态度他就了然于胸，所以他当然后来就直接取消。你看连美国这个参议院这个共和党多数党的领袖图恩，他也说我不跟他见面。这个其实坦白讲，对一个过去长期以来国民党的主席来讲，我认为他这次郑丽文比较像是一个旅行团就去观光，看看国家图书馆啊，背后有一个甘乃迪总，他这次有见到甘乃迪总统的相片。对，那其他郑丽文，你记不记得他要去的之前，国民党还传出声音说他不排除跟川普见面那你看到他此行的受到的待遇，就可以知道美国其实对他已经有很清楚的定位。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清华选举的人当然就人和最重要，那总是对票多的赢，票少的输嘛。你希望所有的票都能够纳入为你。所以对蓝营来讲的话，现在先不要讲2028，2026这一关如果要是过得不漂亮，对国民党的人多少都会有一些伤。那对国民党来讲，尤其是1对1的地方县市首长，媒体上面有讲说，因为国民党有大概6个县市是要连任，对，包括从台北啦、南投啦这些都是。所以某种程度，他们讲说，不是，我们先不要把我转成选战模式，那让我继续维持这样。那也有人的解读是说，反正你们大家就是不希望到时候郑丽文如果要行动中常会，然后没事每个地方跑，就这是尚玉夫说的，尚夫每次说行动中常会嘛。然后去就是一定是为了选战，然后到每个地方去嘛。对，那候选人最怕的是行动中常会就算了，可不可以叫我不要去？对，我觉得是尚玉夫说的，提早办就好了。OK， 越早办越没事。所以今晚这些是什么意思？是蓝营的人也看得很清楚，这个台湾的民众的民心对于包括中美之间你谈话什么该谈什么不该谈。其实大家是有一把尺的，对，大家心中当然有一把尺啊。而且这个新闻有趣在说，今天等于是南投县长许淑华自己出来证实这件事情他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证实说，这个蓝营这要连任的这些县市长呢，希望是这个提名的时间可以延后了。这件事为什么有趣各位想2件事情就好。第一个，这些连任的县市长，国民党的这些蓝营的这些连任县市长，国民党没有理由不可能不提名他嘛，所以一定会提名他那既然会提名他的话，为什么要延后？然后第二个是在延后这件事为什么有趣，是在说这个许淑华说这个他证实有这件事情，然后延后是在于说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本来连任上就有优势，那延后呢是。这个看起来是怕被郑丽文影响到，那这件事很有趣就今天媒体发这篇新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想说，就国民党到底是哪几个县市长会担心这件事？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各位只要看2件事情就好。第一个，刚刚前面我们在讲说，这美国国安会官员就是要见面不见面，跟国民党党主席有这么难吗？我们给大家看刚刚聪夏哥讲那个，我给大家看2022年的新闻资料，这里面有2篇很重要的新闻。第一个是中央社发出来，告诉你国民党那时候的主席朱立伦呢，跟白宫的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会谈，所以这整个完整的发出来，至少第一，美方是同意的；第二，他让你可以发在媒体上面，然后让他去叙述这件事情；第三，其实还有个重要，第三在哪里呢？是这一篇你看这一篇是 BBC 当时的报道他在报道说。朱立伦访美是要重申亲美路线，他特别讲这件事，所以他不是只有单纯的朱立伦这个到美国跟白宫国安会的官员见面，而是要讲清楚国民党路线是什么。所以 BBC 这边讲了国民党路线，讲说2个主轴，一个叫亲美，一个叫反共。朱立伦访美是要重申亲美路线，他特别讲这件事，所以他不是只有单纯的朱立伦这个到美国跟白宫国安会的官员见面，而是要讲清楚国民党路线是什么。所以 BBC 这边讲了国民党路线，讲说2个主轴，一个叫亲美，一个叫反共。所以呢，等于朱立伦为什么当时要去讲这个主轴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国民党已经内部有很多的以美论，所以呢，他特别强调朱立伦访美就是要把路线讲清楚，把亲美跟反共路线讲清楚。好，那你对照现在这个郑丽文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郑丽文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的特色就是这个去了，除了说有这个跟统战有关的这些组织的人，包括这个统测会的人、统促会的人去出席他的活动之外，这里面美国看到的不是只有单纯我们看福斯新闻网那个主持人在讲说这个他是代表北京，然后他是代表中国，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美方看起来已经解读，就是郑丽文就是代表中国来的，你已经有中国在后面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形象对郑丽文来讲会加分吗？不会。对跟郑丽文同台的人来讲会加分吗？也不会。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在那边，而且除了这事实之外有趣在这里你看。那个画面，大家还看到说郑丽文去的画面，还看到说旁边有去的人呢，保护郑丽文车队的人呢，
说这个是福建青帮啊，福青帮的黑道。然后这个人呛声啊，就是等于说这个人家问他说你老大是谁？他讲出了郭良奇3个字。那我们观众朋友可能都不见得认识郭良奇是谁。郭良奇呢，这个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就是当初在美国纽约的一个黑帮啦。然后这个福清帮当时郭良奇呢，就是做的就是包括这样人口走私啦，把中国要走私到这个人口要到美国去的，帮他做偷渡走私过去。所以当时闹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啦，叫金色冒险号。这个金色冒险号事件是什么呢？这等于是郭良奇当时呢要从中国走私300个人走私到波士顿去哦，结果要走私过去的时候呢，美国警方呢已经先破获说抓到说你们当地要接应的蛇头是谁，所以抓到人之后，等于金色冒险号这一艘船上面的这个船员呢知道说哇。那我们这样一过去，一定马上被逮捕。那会被逮捕怎么办？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啊，金色冒险号的船员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让整艘船搁浅在那个美国的海滩外面，让它搁浅完之后呢，你们这些要偷渡的呢，就自己想办法赶快跑到美国本土去，然后看能够躲到哪里去就躲到哪里去。那一件事情呢，就震惊美国当时的社会啊，想说偷渡怎么可以嚣张到这种程度，让整艘金色冒险号就直接搁浅到在海滩上面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的搁浅呢，就造成了大概这个偷渡的人大概有10几个人死亡，所以对美国社会来讲，这样的事件当然就很震惊。不管你是哪共和党或民主党，都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所以呢，这整个事件背后最大的那个元凶就是郭良奇这3个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中国人呢对于偷渡到这个美国，然后在当地的黑帮，郭良奇当然就是其中的代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去竟然说。保护他车队的这个人，竟然还可以直接对着镜头呛家说：“这个我老大是郭良奇。”所以这个事件出来之后，你知道，这个其实第一个震撼的不是台湾人，第一个震撼的是那个在那一边的中国人圈啊，他们都知道这一个人是谁，然后也只想说：“哦，这个人竟然跟郑丽文会有关系。”还有自称是他小弟的人跑去保护郑丽文的车队。那我问你，这个故事如果大家听完完整的版本的话，你觉得就是民众听到郑丽文的话，你会觉得他是偏中国的还是偏美国的？你觉得这个？国民党要选举的人，如果跟郑丽文站在一起的话，是加分还是扣分？这个我觉得民众心里那把尺会很明显啊。尚总，现在看起来的话，好，那您刚刚还是特别提到说，对，行动中常会，那是不是可以不要叫我去或什么？所以你的界定上来看，郑丽文对于年底这场选战，对国民党很多的候选人可能会是一个负面或主力。那这个负面或主力会有多大？而且党主席要来，你不可能那个候选人跟你说你买来，你也不可能干到这样。好。但是对于绿营来讲，绿营现在喊要拿新北，蓝营现在一直对高雄这一仗，觉得他们好像是有机会。本来大家对于绿营喊的那3席，中间包括彰化，对不对？可是彰化当彰化本来是民进党的那前彰化市长对邱建富，然后当他退党，他也要选以后，有人说彰化这一局对国民党不见得一定会丢掉，会吗？这基本上是看双方反对派的实力。好，就那个反卫联盟的实力与邱建富的实力，谁比较坚强？看来反卫联盟的实力比较坚强一点。当然就是说，邱建富是不是还在彰化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其实他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很多了啦。当然他有兼公庙的主委啦等等可能在公庙上有小有影响力啦。但是因为他第一个初选，他有参加初选，对，败了以后再回来，其实这个对民进党的过去的基层支持者是不能接受的。第二个就是。彰化呢，它的选区里面，南彰、北彰里面各自有各自的山头存在。其实邱建富过去没有全线性的选举，或是没有一个政党在后面其实要跨越到各乡镇，它有困难度。但是上公，最起码彰化这一局不像在可能半个月以前，大家讲到对国民党来讲，好像一点都不用再考虑彰化了，因为前面乱成那个样子，彰化一定就。可是邱建富这个变数进去，会多一点点悬念吗？我觉得，这只是火花啊，我觉得火花的问题了，火花的问题了。对啊，人家是讲是烟火。烟火了，就是暗夜里面一瞬间消失烟火，不是吗？干嘛？那好，那绿营现在抢新北跟蓝营要抢高雄，哪一个比较有机会？
当然，我觉得新北还是双方比较紧张一点。当然你新北里面啊，刚才讲郑丽文啊怎么样，我就觉得其实看几份民调，我一直在提几份民调。第一个，最新的是 TVBS 台北市议会新北市议会党团公布的嘛，对，国民党的，然后李四川领先6.2%，好，但是 TVBS 1月做的是领先15%，那里面有个关键点是1月份的做的时候测民众党支持李四川多少，75%，6月这一份77%，有减少吗？没有，没有啊，但他的民调为什么会掉下来？民众党变小了。是民众党，不是国民党的支持度变弱了，是民众党变小，这有可能。所以是民众党的错。是跑到中间去了，跑到中间去。OK， 好奇葩的解释，我也不知道讲。好奇葩的解释，没想过吧？这个小平厉害啊！这不是李四川的错，不是国民党变小了，对，是王国昌的错。可是这样子，民众党的支持度也太大了吧？差点骂我，继续讲。所以你说少掉的7%多8%多，跑到哪里去？你要讲说好，民众党变小，8%多在台北市新北市是多少票？对啊，8%多在新北市可能超越了民众党的支持度8%多在台北市新北市是多少票？对啊，8%多在新北市可能超越了民众党的支持度上一次做民进党在新北的支持度只有7点多黄国昌把你看破的，把他讲那么小，不是啊？美丽岛上次测出来的新北市也是7点多而已啊，不同机构做的不能这样，没关系啦。OK， 那你要探究跑到哪里去嘛？对不对？我一直在用正传媒那份民调拉近民调的原因，第一个个人特质30点多，第二个政党形象29点多嘛，这是一个基础。那政党形象谁代表？谁代表？用讲话取代就郑丽文，就郑丽文嘛。党中央是郑丽文嘛，那立法院就傅昆萁他们嘛，因为一个是100%国民党的法人代表主席嘛，另外一个每天几乎也是都可以看到新闻的立法院的较劲嘛，立法院是政治角力舞台嘛，所以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国民党的形象。OK， 那国民党的形象，钟小平路线你没有没有，因为那个钟小平在那，然后你又要回到你就看那个美丽岛民调，长期在做郑丽文的那个信任度调查嘛，你特别去看新北对郑丽文的信任度低于全国标准值，不信任度高于全国标准值，然后你又透到那个跳到回去那个正传媒政党形象里面，你说李四川会不会被拖到？当然一定会被拖到嘛，因为你把几份民调摊在那边看嘛，不然你告诉我，民众党75%跟77%有减少吗？没有然后同一份民调，1月份苏巧慧32，6月份33，他只真的持平而已啊，对不对？持平而已啊，所以就叫国民党嘛。什么理由掉了呢？而且掉的，还可能大于掉的票数比民众党在台北的新北的票数还多。不然要怎么算？所以你说郑丽文会不会影响？当然影响啊。所以你说郑丽文的效应亲中路线无法解除的话，会不会影响？而且还有一份民调，我忘了哪一份民调，在做那个9合1两岸路线对选举的影响，它是高过历次
那个9合1，因为本来都觉得地方是没有什么，对啊，两岸不会有影响。那个比例，那个认为会有影响的，好像26、27，它整个有提高哦。那如果这一个民调里面认为两岸议题是提高的，那再加上前面正传媒，然后那个美丽岛对郑丽文的，再加上那个两岸议题影响增加，合起来，你说郑丽文影不影响？影响啊。那当然高雄哦，我觉得高雄这个是民进党候选人爆发力的问题。就是说，其实选举某种程度上，它要有政治性格的魅力。好，政治性格的魅力。赖瑞隆跟过去在高雄选举的市长，其实在比政治性格魅力，他的确是弱了一点。这的确是弱了一点。那弱了一点，里面你就会出现表现度的强弱。这个会给国民党一线生机啊！好，就好像那一份民调什么赢输0.6，好0.6嘛，我们不管0.6这一个数字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大家都认为说，怎么可能民进党在高雄很稳嘛哈。然后也有几份民调做出来，就是赖瑞隆大赢嘛，那赢的比例很高嘛，这会对蓝营的信心度往下掉，就是说你在辅选、在宣传的积极度你会下降，而你又感觉赢不了了，你就是要有希望，他才会往上走。那策略性民调就会告诉你我是有机会的，大家才会起来嘛，大家才会觉得说，我们有机会，我们不是没机会。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国民党的气势会稍微往上拉一点。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说刚刚上峰讲，当然你讲说，包括国民党当中，当然是郑丽文是主席，然后接下来立法院，来东好，立法院这2天大家一直在讨论那个，因为国民党翁小玲委员有提一个，就是讲羁押的那个版本嘛，对不对？然后包括民众党也有提，但是吴宗宪就是国民党要选宜兰县长的不分区立委，他是直接，因为他当过检察官，他是直接跳出来。完全一点都不给情面的，他直接说这个下去的话，我们的所有侦防这些会崩盘。当然崩盘的，因为那里面最核心的第一件事情，100几条，他把串证那条拿掉啊，也就串证，简单讲，那个如果照翁小玲他们这样写法，串证拿掉，串证不能作为羁押禁见的理由啊，那你只剩下什么？剩下逃亡啊，剩下逃亡，但你谁可以押？电信诈欺的、毒贩的，最近毒驾的事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哈。昨天桃园一个毒驾的逃避这个警察的那个临检，还撞死2个路人。对，毒驾这个事情现在是越来越严重。这一件事情，民进党赖清德他们都要很小心哈。这个不是只有地方的事情。好，这时候你去动刑事诉讼法，笑死人了。2026年的预算。到现在都还没审，他们在争取选票，他在争取谁的选票啊？可能放出来的选票，电信诈欺的，所以那个当然反嘛。吴宗宪他如果他还要选县长吗？他怎么在地方上跟人家解释？他一定跳出来嘛。不过这边我帮吴宗宪讲一下，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个话，当然。黄国昌那时候提出来的时候，他就公开表态过，他就反对了啦，他不赞成。对，他说。不是制度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好，他讲过，侦查的实务上会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个他不是提名以后才说的，这个都知道，所以他非要再次表态不可的。你如果让那个司法法制联席会再继续讨论下去，光是讨论这件事情，他就要受伤。那为什么民众党一定要提？民众党有候选人吗？他不管有没有候选人，这对整个政党形象，他也有议员要选啊。他的议员提名有超过40个人吗？有议员超过40，超过40，终于超过了。我上次算就有39。没，很早就超过了。对，我这么讲，对台湾民众党有什么差别？像他讲说羁押不是办案的万灵丹，当然羁押不是办案的万灵丹，可是这句话他现在讲的是废话，你知道吗？是。串证被拿掉以后，不能成为羁押理由，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说台湾民众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又没有要拿20%的选票，
他只是要拿一小部分的选票。台湾民众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又没有要拿20%的选票，他只是要拿一小部分的选票。这个东西拿出来讨论了，受伤的是谁？跟你讲，除了张启改，他没有候选人。张启改在嘉义会当选吗？他有什么好损失的？他最烂最差就是现在这样子啊。但是国民党要选啊，这个案子后来还是国民党翁小玲在主导啊，所以账会算在谁身上？你任何一个国民党人要选举的人，包括议员啊，你去街上解释嘛，串证拿掉是保障人权，你去解释啊，你怎么解释？你有被电信诈欺过的人，在台湾很多人有遇到过这样经验，多多少少损失。我有看过，我有遇到过一个长辈，因为跟马英九一样的退化，上千万的钱被骗走。你知道他家属他几个小孩子，这10-20年来给他的钱，他有上千万莫名其妙被骗了。他都是祖父母级的人，他这一家子人怎么听得懂？你跟我讲串证，这个羁押这是保障人权，国民党你去解释啊，民进党是反人权的，你去解释啊。那国民党最特别的是，他还真的就拿出来讨论，而且还在委员会就拿出来了，光是讨论这件事情。国民党的人，县市长你要怎么选？如果我记者，故意一点去问李四川，请问一下李市长，你觉得怎么样？张善政当过行政院院长的人，你觉得怎么样？江启臣当过现任的立法院副院长，你觉得这条怎么样？怎么回答？东豪刚刚讲这个，小平是那你觉得在地方，如果万一被问到，要怎么回答，或是？以一个要参选的，你会直接跟你们的立院党团有什么喊话吗？全力支持吴宗宪的主张。第一个，他讲的是对的话；第二个，他是实务，他是检察官。今天有4个统计，吴宗宪也讲了嘛，不管是这个诈骗啊、那个毒品啊、杀人啊、家暴等等，4支前4名嘛。那所有的标题都写叫什么柯文哲条款，对不对？那或许不等于画等号。可是大家讲了也就信了，好像也有那么回事，叫柯文哲条款。所以我一直讲一句话嘛，在你节目，蓝白合是方向嘛，但不是概括承受嘛。那蓝白合的票珍不珍贵？珍贵嘛，5%、8%还是票嘛，因为要拿50.1，对不对？可是它就是一棵阿里山的5000年的神木，可再怎么样比不上中间选民，中间选民就是阿里山的整片森林嘛。就是回到这个案子，如果这样过。选举是倒大霉，我跟你讲。OK， 现在恭喜哦，现在委员会是国民党在主导，我知道。翁小玲排的案子啊，对，国民党在主导，所以我们力量虽然有限。我要讲句话，这句话这个时候不能赖给黄国昌他们哦。我知道，现在是贵党在主导，就是有蓝白合的影子嘛，就是说也有人标题叫柯文哲条款，当然我们在主导本党，所以我的力量也有限。可我今天面对面就是我一点点的舆论的力量，多一点力量堆加上去支持吴宗宪，如此而已嘛。不是你不是跟纪凌年小有交情，你不是跟傅昆萁也不错吗？你影响力蛮大的。不是我跟吴宗宪不认识，我还是支持，这个是做对的事，好不好？这样子说对的话，岳博文，所以在选战过程中做对的事，说对的话很重要。刚刚讲这个你说把勾串拿掉这一块，有人用柯文哲条款来形容。今天立法院还有一个高虹安条款，但是过了，高虹安条款3度过了。对，你觉得未来这几件事情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个影响会非常的大，这个尤其会影响到很多中间选民对国民党的看法。因为坦白讲，这一些因人设事或因人去修改这个法案，尤其高虹安这个更扯。我跟大家讲高虹安他这个
过了之后，未来这个宣告缓刑啊，还有你社会义没有服完，一颗罚金什么，通通都可以去参选公职。你知道我们那个今天我看那个律师黄帝颖他讲，他说我们的保全业法里面还规定说要担任保全的，如果你有这个相关的社会义有还没服完，劳动义没有服完，这些你是不能够担任保全。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连保全都要限制这么严格，结果现在服务公职那个权力更大，资源更多，而且那影响力更大了。现在国民党因为高虹安一个人，然后把这个案子把它修过去，说未来没有受这个限制，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不是在为人民把关，这不是在为人民设想，这是在为特定人士把关，为特定人士立法。不过刚才讲到前面就是有关于我们的羁押啦，我们的刑诉修改这些，金华虽然东豪说民众党没有主要候选人要选哪一块啊，可是我刚刚讲那是政党形象问题啊。金华，虽然东豪说民众党没有主要候选人要选哪一块啊，可是我刚刚讲那是政党形象问题啊。这他总要2028，因为他们有一张门票不是吗？不管你说是不是黄国昌要跟人家当副总统，不会有这回事了啦。对，但不管那他只要推有没有立委的，有没有不分区的，有没有这些啊，这个都会被大家拿出来检视啊。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那一张门票呢想象不太一样？什么叫想象不太一样呢？如果他真的觉得说我明年要作为一个政党，然后我希望尽量争取越多的选民把政党票投给我，让我们不分区的席次能够极大化的话，那当然在这个时间呢，对于这种法案呢，当然是能够不要碰就不要碰嘛。但这是为什么？那另外一种可能是，那为什么反过来思考，这个时间要去碰这样的法案呢？这个法案看起来只有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就是要替柯文哲出口气嘛，他就是要透过柯文哲这个案子呢，把原来的小草跟柯粉，然后把它重新再把它凝聚跟集结在一起嘛。除了这个作用之外，你看不到它其他任何开拓选票的作用嘛。那如果对民众党来讲，它的作用就是把比较年轻的柯粉或者把这些小草把它留住的话，那当然就不用去思考说明年的那个对于这个政党票的极大化的想象，他的想象就是我现在就是把我手上的筹码只要紧紧的把它巩固牢就好了，紧紧的巩固牢。那光是这一块，我有个5%，有个7%，我就拿着5%、7%去跟国民党去谈判就好了嘛。举一个例子虽然还没有到明年成型，但至少现在不是有个示范区吗？在苗栗吗？赖香伶不是到苗栗去当副县长了吗？所以黄国昌的这个跟这个目前他着眼的。看起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高嘛，就是我在蓝白治理架构里面，大家都有得一席之地嘛。那所以在那有一席之地的情况之下，我就不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中间选民的支持极大化，我也不要去思考明年政党票极大化，我要思考的是把那5%跟7%的这个支持度小草把它紧紧的巩固住，就算不完全是小草，冲粉也可以啊。5%的冲粉跟7%的冲粉，因为至少他是冲粉，他的信仰是黄国昌，所以对他来讲，抱牢这件事情比明年的政党票更重要。对啊，其实大家讲，我们在这次军购的过程当中，大家一直会注意一个海马斯。那海马斯呢，国军也做了一次的实战化设计啊，所有这些，那最后让民众看到的感受怎么样？基本上呢，这一次呢是在大甲溪出海口。大甲溪出海口重要，为什么？因为那是整个中台湾最大、最好登陆的地点所以这一次虽然在下大雨。但是共军犯台不会因为你下雨而不来，所以你看到这次国军是真的做准备了。所以这一次去呢，像 M109啊、M111洞什么都过去了，然后海马斯过去只是在九鹏基地那边试射，这次也拉过来了。但是这一次海马斯用的是练习弹，所以射程就20公里。如果是真正的那种300公里的弹药，然后你们就过去的时候，海马斯的优点是什么？第一个，迅速标定。火力非常强，一组就是6颗或8颗，一下子过去就把你滩岸歼灭。然后滩岸歼灭之后，另外一个呢，它的整个呢快速移转，所以快速移转，炮兵最怕是什么？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知道，你打一个出去之后，你立刻被标定，你立刻会被反击。但是海马斯快速的移转阵地，所以快速的移转你就打不到。然后这里面呢就出了让你看到海马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刚听到海马斯的时候，川普那次卖给我们的时候，大家还听不太懂。就多管火箭嘛，但是乌克兰战争，大家远远的看新闻都知道，海马斯原来是这么的强大，而这一次真正的就是在整个中部最重要的地方，因为守住大甲溪出海口，
清泉岗就被守住了，王田交流道就被守住了，台中的这整个就守住，所以这一次政府拿过去打了就跑，高度精准，而且只是练习弹就开始看到它的一个火力了，而且再搭配着中科院的雷霆2000，高低配、远近配，所以这一次你会看到整个状况里面，滩岸歼灭、反登陆。我们确实是有了，美国给的绝对不是以前美国已经退伍的、美国已经落后的退役武器，而是全世界最现代的反登陆武器，包含在前一段时间连菲律宾和美国的塞拜塞，也是用海马斯，然后小泉进次郎去了以后，连日本都看得非常的哈，所以其实告诉你的是，美国在防卫台湾这样一个状况给的武器，绝对不是过去的破铜烂铁。OK， 对于大家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实设一些，你最近可能在网络上面会看到很多类似像这样一些的东西。那当然强化心防，包括我们对自我的防卫非常非常重要。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那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美国的访问，那接下来大家还是会问，那跟国安会之间的见面，或是接下来跟行政官员那见面会怎么样？因为就会牵动到2026甚或2028，未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